大家好，我是小雨，这集是观念教学第4集，使用的素材是我和线上好友双排的排位赛，但我们很少一起玩，也不太熟，更不会开语音沟通。也就是说，在我个人感受上，并不会和单排差太多，就是能够保证有一位路人的实力有在一定的程度上。听说还是个妹子，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加她好友。我是不太相信就是了，怎么会有妹子喜欢玩达姆斯嘞？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来开始讲大家的坏话吧。那这场我是游走辅助坦克位，而最吃观念的就是中野辅3条线了。辅助位是最吃观念的位置，打得好的话很容易上分，前提是队友要是真人玩家，不可以是 AI 就是了。那这边开场我选择帮打野打一下就离开，去帮助中路清兵，还有帮助中路阻止敌人清兵。兵线的重要性就是清了兵拿经验嘛，提早比敌人先2级是会有优势的。这欧若拉这样子也能空招啊？因为先2级可以先凶敌人一波，然后在下一波兵线到达之前，我们可以帮打野打野怪，加速打野位的升级速度，也可以消耗敌人。目的是让敌人会怕，让他们不能好好的吃兵拿经济。这边欧若拉收残血是错误的，因为等级高换等级低的人头是亏钱的，敌人比较赚。事实上，让敌方残血回城再出来，我们其实可以拿到更多优势，因为敌人在回城的期间，我们就会是多打少，敌方少一个游走位。那这边看到兰斯洛特在中路支援的话，他身上没有红 buff， 得到2点资讯：第一，他待会会回去吃红；第二，我们家打野位没有被入侵，上下路也都安全，不会被 gank。来，你们看看欧若拉失去了多少经验跟钱，在第一只乌龟出生之前的经验是特别重要的。这边我站在会死掉的小兵的经验区内，拿到小兵的经验后才准备离开。有没有看到下面那个加27块钱的黄字呢？防御塔打小兵没外力触碰的话，是第5下才会打死，所以欧若拉回来能吃到经验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再逗留了，因为游走位在线上英雄旁边吃不到经济。然后这边欧若拉死掉，总共花了18秒才复活回到线上吃兵。顺带一提，头上有黄色眼睛就是暴露自身视野了，在草丛时的白色眼睛才是敌方看不见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的中路若是刚才不谈人头，我们现在才有可能可以跟着打野一起4个人围殴乌拉诺斯，才有可能杀的是这么肉的英雄。至于我人在这边的原因，就是我判断杀不死乌拉诺斯，更不想让队友认为人都到了，然后说他技能给一个坦克。想想上一集我讲先追坦克会有什么后果吧？又因为前面得到的资讯是兰斯会回去吃红，所以待在上方看视野，切记看到敌方英雄才方便决定要不要开战。请回想我们前3集给大家的正确观念。所以说，还不如在中路帮欧若拉阻止敌人清兵，可以达到的效果是我方支援速度可以比敌方快，攻击敌人或是控制敌人都可以起到阻止的效果，所以不一定是洛丽塔来反嫦娥。那若是敌方不清兵就离开支援打架，那就直接赚烂了，因为敌人会直接失去小兵的经济。这其实跟拿到人头并没有任何区别，经济就是一切，一定要切记。而上路的花火死掉完全就是他自己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先前就可以得知兰斯在打红100%会 gank 上路啊，敌方玩家都往上路靠了，他那么危险还往前面那么推进，那不是他的问题是谁的问题呢？更何况连兰斯的小头像都还没有在小地图上出现，花火就死了。所以这边就是花火太烂，不会看小地图判断局势。那若是我刚才过去帮忙花火，也只会变成是2打3。因为欧若拉也离不开中路，还在清兵，对面沙夏加卡蜜拉加兰斯，而我们的达姆斯在下路，所以这边最好的解法就是帮助欧若拉能够比嫦娥更快离开中路，进而提早支援，然后在下路打多打少的时间差。而花火应该要好好扛住，尽量别
死和吃到小兵发育就行了。那他要怎么做到呢？就是应用我上一集有讲到的，控制兵线的撞击点和小兵的血量。花火刚才不想死的话，应该是要让小兵不要往前推进。游戏初期如果认定自己打不赢对线对手，都请这么做，不要怨恨队友都不帮忙。还记得我说的防御塔的战力分数是100吗？又因为大家都还没4级，所以初期躲在防御塔里面的话，原则上一个打2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因为防御塔加花火200，但花火每大招扣50，算150。敌方2个塔莎唯有花火的话，就变成150打100。因为他们都还没有大招都扣50，所以只有100而已。那就算打野到了1打3好了，蓝斯可能刷完也有大招了，顶多就是150打200的概念，并没有很难防守。防守的要点就在于双方兵线的撞击点和双方小兵的血量，要想办法把我方小兵的总血量低于敌方小兵的总血量一点点，最好是能够在要被塔杀的当下可以立即清完小兵的状态，否则敌人在未对英雄造成伤害之前进入防御塔范围，塔也只会先打小兵，那敌人就可以先走到防御塔内再来塔杀，就会让自己被杀掉的机会提高不少。所以说不会扛线抗压就是观念不好。你们要想，你一个人打2个，我们不就是4个人打3个吗？我暂停的有点久啊。那同样的道理，我这边让嫦娥无法清兵，他就得在我们小兵进入他防御塔内之后才能开始清兵。在他清完兵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们就可以抢他家野怪，也可以寻找多打少的机会。大家看一下，欧若拉本来还想往上走，可怜花火去帮他，绝对是大错特错。欧若拉要是刚才一开始就选择跟着我和打野，并埋伏好控制他们，早就把卡蜜拉跟嫦娥打个没死也残废了。因为蓝斯前面多 gank 了一次中路，然后又回去收红 buff， 刚才肯定不会出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野辅最好都一起行动的原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时间点，蓝斯出现在上路抓花火，这只乌龟对我们来说就是免费的。即使最惨的状况，花火送了2次，我们拿下乌龟的话，经济还是会持平的。所以这边花火活了下来，对我们来说就已经是大赚了。大家看这边欧若拉又可怜花火想上去帮他，我算了下，他总共逛街逛了17秒。一样，要是他早点来，我们这边就会是3打2，而且艾斯美拉达比乌拉诺斯更快清完线上的小兵，所以若是欧若拉观念够好的话，这边就会是4打2，然后可以立刻把这2个敌人给秒杀。这也是为什么高段位和职业赛无时无刻都在打群架的原因。乌龟是给全队经济跟2分钟的护盾 buff 嘛，拿到会得到很多优势，所以正常来说，所有战术都要围绕在这个基础上来制定。由此也可得知，对面蓝斯观念很烂。补充一下，我们只要不是5排，判断路人的观念程度非常重要，才能去配合他们不足的地方，或是制定战术。那所谓一起行动，是指相对位置，不是真的都走在一起。就例如现在达姆斯在吃红，我就可以先去帮他看蓝 buff 了。要不要帮打看情况，主要是看视野，看有没有被偷。这边看到蓝斯咯，所以不会被偷，我们就直接帮忙打，加快打野的速度。我们的目的会是在同样的地方。所谓的坦克走在前面是这个意思，是走在队友接下来要去的位置，而不是走在队伍前面白白被敌人打。还有一定要切记，打野的红蓝 buff 都还没收完的话，不要随便胡乱打架。这边艾斯美拉达被蓝斯抓死，一样是他的问题，和花火犯的错是一样的。但虽然艾斯美送头了，我们 buff 拿完就可以选择抓上路，或是入侵敌人的红 buff。不过我们达姆斯选择打自家野怪，那只好配合他等等了。不过还是可以来得及抓上路的，其实和前面蓝斯先支援不先收红 buff 的意思差不多。蓝斯虽然在下路拿到人头，但我们也可以从这边拿回来。一个 buff 还是一个乌龟的经济效益，其实都不会输给一颗人头的。这边就解释了为什么职业赛都不会一直打架的原因。达姆斯的玩法就是优先拿到地图上的经济资源，我也配合着一起行动，这样支援起来才会快，也才有效益。
我方人数才会齐全，打起架来人才不会比对面少。所以这边蓝斯不可能赶得回来，我们就可以打一波4打3，蓝斯的优势也就还回来了。又因为这边我们找到机会把沙夏给抓掉，我们就可以选择要压塔吃塔皮，或是入侵敌方红区。所以达姆斯就利用了这个时间差，抢了对面只小野怪，经济就比蓝斯高了。而我的二货队友被追，我先保护一下，但记得没招了不要站太前面，除了被消耗或坦伤害之外，没有任何战力。还记得我说的吗？请等技能 CD 回复战力分数，先退点，能让二货队友知道我不想帮忙或没有办法帮忙。等技能回好了，有战力了，我们才上，才帮得上忙。来这边看蓝斯身上是不是没有红 buff 呢？要知道一个 buff 的经验在前期可是非常多的，比人头还多。看看达姆斯的经验跟等级，整整高了蓝斯1整级。协调左边的数字就是等级，数字上顺时针方向的黄色圈圈就是经验。要知道这个游戏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基本属性，所以等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刚才才会说不要红蓝 buff 都不先收就去杀人，就算杀到也拿不到任何优势的。这边蓝斯想拿我当跳板杀我队友，保持个距离，那这是属于英雄方面上的东西，所以每个英雄都要有最基本的理解，也是很重要的，才知道怎么去应对。所以这边反打就是我技能 CD 好了，战力分数恢复了，蓝斯也用掉了2技能，战力下降，再加上嫦娥本身被我克制，欧若拉甚至还闪回来帮忙冰冻人，虽然他也没冰到就是了。那这边技能梭哈了，直接撤退，千万不要逗留，就跟我第3集说冲主宝为什么不直推意思是一样的。这边则是不塔杀，不要浪费时间，还不如直接转头去拿其他资源，会比较能扩大优势。那现在敌方的蓝出生了，你们看蓝斯待会就会为了想要抢乌龟而跑过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看视野，并且不要胡乱使用招式。顺便注意一下，蓝斯身上没有红，代表他比我们加达也少吃1个红，而蓝斯又再次没先吃 buff， 没放弃乌龟，导致被我们抢蓝。虽然我们没抢到，但这就是上一集零放弃领主直接吃红的原因，才不会浪费到时间。以上蓝斯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他2级的时候先来杀欧若拉，而不是先去刷红的关系。那这边一般来说，因为蓝斯没猎杀了，也还没吃红，我会建议中野辅加射手一起入侵敌方红区。达姆斯在这点上的选择让我感到不是很满意，他选择回家吃双 buff， 那花火就会有危险，所以我闪了花火撤退，欧若拉也回城补状态，那这边只能等的时间就是观察队友，站在队友即将要前往的位置，跟看小地图敌人人头出现在哪里。这边也少个欧若拉，无论如何都只会是少打多，必须要先等待。达姆斯也坚持刷自家野怪，和中路也不同步，这边我陷入两难，我既不想抓乌拉诺斯，也不想帮没人去帮忙的花火。花火现在非常生气，但这其实是达姆斯的问题，因为乌拉诺斯归在塔下是不可能杀得死他的，而且蓝斯刚才100%要去收红，达姆斯不去对面抢红的话，回家刷也应该要先刷红再刷蓝才支援得到花火，所以刚才我是选择直接放生花火，但现在已经确认到敌人人头的位置，欧若拉也过去支援了，现在我过去可以进行一些补救。欧若拉把小兵清掉去支援了，一样是给嫦娥2选1，要支援还是要漏兵，但所谓支援也不是人到就好，把还没支援的敌人拖住不让他过去，其实是会比直接过去支援更好，因为经过敌人直接过去支援队友，可能会造成把这个正在清兵的敌人直接带过去打团。用战力分数来解释，那是不是就是等于敌我双方战力分数都加100？那说真的还不如不要支援会比较好，要的话最好也是确保自己会比敌人快到场，这样才会对正在对抗中的战力上有帮助。这边我已经争取到时间了，但嫦娥也要上去了，就算我上去嫦娥也会上去，所以我就打了个撤退灯，看欧若拉安全了也就不用再过去了。欧若拉还继续往前追杀下，不
不赶快回来顾中路兵线，也是很多玩家的通病。大家务必切记，秒不死的敌人不要花时间打中路，就要优先把中路顾好。支援的时候一定要趁空档瞄一下小地图，看看兵线已经到哪里了。两波兵线的间隔就是固定30秒，清完小兵等下一波兵的时间才是支援的时间，或是状态不好要利用这个时间回城。不过像现在乌龟出身，乌龟领主的经济效益比小兵高，所以只需要顾自家高地是安全的就行，甚至只顾主堡是安全的就可以了，因为防御塔的数量是固定的，拔回来就可以拿回经济差距，所以支援和兵线控制是离不开关系的。像现在艾斯梅拉达让乌拉诺斯留在下路，就是因为他得清小兵。这个时间点，艾斯美还把下路兵线给断了，意思就是还没到该到的撞击点就把小兵先清掉了，也就是所谓的越塔清兵，所以兵线会停在敌方2塔。乌拉诺斯不留守就会送2塔给我们，因此艾斯美可以在下一次兵线碰撞之前进行一次多打少的支援，所以断兵线的用意就是可以加长自身离开自己线路的时间。不过像这边其实就跟我前面刚才说达姆斯应该带着花火和我还有欧若拉一起入侵敌方红区那边意思是一样的。入侵完毕，我们就有时间离开线上做其他事情，包括拿乌龟领主回自家野区收 buff 或是回城等等。那么做更可以保证线上英雄不会被抓，因为是一起行动。来这边看艾斯美甚至支援到上路去了，他甚至自己也知道，还打了个灯叫我们谁去补位，但我们其他人也都走很慢，是不可能去的，这就要看英雄的性质了。如果我不是战局控制类型的英雄，我可能会去下路顾线，但其实外塔在中期之后并没有到太重要，刚才也提过，塔可以再拔回来就持平了，但人头难杀回来啊，这也是选择性的问题，是要多打少送塔，还是要顾塔不打架？但艾斯美一副就是要打架，所以大家都选择了多打少放塔这样。至于底线的话，就是高地塔的被动，高地塔没被动就不能再这么做，毕竟没了高地塔那条路线就得永远面对超级小兵了，所以我们也可以把防御塔理解成是兵线的一部分。再次提醒，兵线是小兵的停留位置，还有是会往前推进或是往自家方向走。反过来说，像这种大型会战不参战的话，就最好是有把握推掉更多的防御塔，或是能把高地塔的被动消耗掉，甚至是推掉高地塔才划算。所以乌拉诺斯这边就亏大了。来，你们看，这个就是小兵的力量，小兵只要进防御塔，防御塔就被秒杀了。哦，那乌拉诺斯现在是贪心了，不然他是不会死的。然后再注意，艾斯美直接断兵线也是防守家里的方式之一，只要防御塔旁边没有小兵，几乎是没有办法推塔的，最多也只可能推掉几乎没血了的防御塔而已。所以这边因为乌拉诺斯的贪心，还有艾斯梅拉达的超神表现，现在的状态就是5打3，但是达姆斯还没到，欧若拉一个铜闪，花火也还没到，所以是先3打3，然后花火赶到了就变成4打3，小兵到了，敌人压力也会更大。这边还没看到敌方杀下，所以到左边看一下视野，艾斯梅跑去帮忙打领主了，又变成右边只剩2个队友，杀下出现了，变成我们2打3，所以必须赶快回去增加战力，让局势变回3打3。我们欧若拉跟花火也并没有进入敌方防御塔内，所以敌人战力是没有防御塔加持的，我们经济又领先，所以敌人是不可能打得赢我们的。所以是不是常常听大家在说经济落后可以猥琐发育吗？这句话就是要控制好兵线在自家门口，清掉就好，不要打人，因为一走出去战力分数没有防御塔加持就永远落后，是很难打赢会战的。那这边为了要推塔，就要阻止嫦娥清兵，其实其他坦克也是做得到的，就直接肉身去挡就可以了。还有帮小兵扛防御塔，也是增加小兵存活的时间，更方便我们推塔。而且我今天这集讲的东西，并不是只有游走位才要做，应该是每一位玩家每一个位置都要去分担这些工作才对。只是游走位对于这些
理解更为重要。这也是为什么这集的内容我是拿游走位来当做素材的原因。再来就是游戏中后期要做的事情就是2件事情而已，我在上一集第3集已经全部讲过了，而且非常详细，这边就不再重复了。那最后总结一下，配合路人就是要观察队友的观念和操作能力，观念优先，操作能力第2，然后去配合队友。你们待会看花火也是不等人，旁边没队友也硬要靠近防御塔去点塔。他刚才点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刚在上路吸引了敌人嘛，但现在去点就有一点点问题了，除非他是自己有信心可以活下来，然后再让大家反打，是故意这么做的。但花火骂整场，我是觉得他并不是故意的，事实上是没必要这么做的，又不是主堡，这边也有可能是推掉一座高地塔，结果花火死掉了，变成后续的会战打不赢。所以看到这里的朋友们就会知道我已经忍耐了一整场啊。那最后这边送头是因为我没有保护好这台炮车，所以推不动主堡了，不然我也不会死掉了。像这种就属于是失误，再次重申一次，失误跟错误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场其实非常多我不能接受的问题点存在，但是就是尽量配合就好。花火形态崩了也是他家的事，不等人在打团死掉送头了也是他们家的事。那第4集的内容就到这边了，主要就是如何应用前面3集讲的东西，在路人场配合队友。那如果是固定成员的5排就更简单了，5个人都学会正确观念，再制定一点小战术，保证你会发现这游戏好玩的地方。至于和我一样没什么朋友的，都单排双排的，就是学会之后可以把胜负看得更淡然了。被检举的时候，也许也比较不会那么生气。像今天的这场素材，若是输了，我也觉得很合理，只不过对面更烂罢了。好，我是小雨，感谢大家收看，我们就下期再见。